快速过一下配件、防尘罩、说明书、替换用的轴体、增补键帽、拔线器，又是键盘的本体。在前些天，Clickly 画的大饼终于是落地了，我也收到了这一把 CL 3.0，上手这一天也没有让我失望，可以说它是目前600到700价位配置最高的98键盘也不为过。给我的感觉有点像之前的 NJ80，就是那种第一眼上手没有什么亮点，但是细看的话又有非常多的细节可以说的类型。键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新鲜的功能啊，就是它支持无线充电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，因为我身边没有无线充电的手表垫，就给大家用手机的反向充电演示一下。找准位置之后啊，键盘就会进入无线充电的状态。在无线充电的时候，键盘的所有功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关于这个充电模块啊，我开始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鸡肋的东西，毕竟支持无线充电的鼠标垫，而且充电位置居中的是非常少的。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刷到这样一个东西啊，它是可以隔空给手机充电，就是说把它贴在桌子底下的任意位置，就可以实现对桌子上物品充电的功能。具体的我还没有试啊，如果是真的可以实现的话，那这个键盘的无线充电模块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。键盘本身是98配列，但是用了开盖有奖的设计，这两边的小盖子是可以直接接下来的，但是右上角这一盖子是要拆开键盘才可以拿下来的，这样就比较矛盾了，因为拆开键盘的话会失去保修，在4个额外的功能键和保修之间就需要做一个权衡。键盘正面有一条 RGB 灯带，可以通过组合键切换灯效，而且兼顾键盘的一个连接模式指示灯的工作。底部有6颗 LED 灯珠，所以说光线的变化还是比较自然的。在大小写和数字锁定旁边都有单独安排一个灯位，这样的设计比全部集成在一起会更加的好看而且明显。这也是我做了这么久键盘测评以来一上手就非常喜欢的一个小细节。键帽是星光代工，原厂高度，双色注塑工艺，键帽处理的非常干净，边缘没有多余的毛刺，个别的字符会有一些轻微的凸起，像我手里的这个 D 就会有一点点不平，算是一点美中不足吧。键盘的顶部是一个 Type-C 的接口以及黄铜的装饰条，是亮面的材质，非常容易刮花，拆卸的时候要相当的小心啊。像我就是不小心螺丝批稍微划了一下，就有一道胎记了，心疼了老半天。底部这一整块都是金属配重，上面有产品的 logo， 这边的条纹码盖子底下就是 2.4G 的收纳槽，这个设计还是蛮巧妙的，往盖子的一边用力翘起之后，它就会顺带把这个接收器给吸附下来。不过底部有2个槽点啊，第一个就是键盘没有做脚撑，虽然键盘本身的高度还是比较合适的，但是在一些特殊的使用场景上，这个高度可能会偏高了一些，这个时候没有脚撑就显得比较遗憾了。其次是这个开关啊，应该是整把键盘让我最迷惑的地方了。上面2个同时打开就是打开键盘的电源，而且默认是蓝牙模式。这个时候再把最右边这一颗往上打，就是切换到 2.4G， 大家这样记就可以了。像说明书里面这个绕口令式的介绍，我是真的有点看不下去。里面详细的说了 USB 模式下切换到蓝牙，或者是从 USB 有线模式切换到 2.4G， 再从无线模式切换到有线，或者有线模式切换到无线，这一些操作，而且有一部分是不可逆的，反正就是各种排列组合非常的繁琐，如果想要完全吃透的话，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。轴体是康乐特代工的 CL 线性轴，43克的出来压力，参数这里放一下，需要的话可以截图参考。在顺滑度和稳定性方面做的也还算不错，加上轴心在小小的位置做了一定的润滑，导轨的话不太明显。单纯在使用方面啊，我会更加推荐大家去选择这一款轴体。至于加100块钱的金粉轴版本啊，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太大必要的。两者并不能说一上手就可以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差异。大件除开加号略为肉以外，其他做的都不错，处理干脆。板簧加上 Gasky 以及开槽定位把，键盘本身还是有一定下沉的空间的。说了这么多，接下来进入键盘的拆解环节。键盘还是上下盖的设计啊，底部一共有6颗螺丝，中间这一颗是隐藏在保修贴下面的，撕掉之后键盘就没有保修了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螺丝是内6角的，拆解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螺丝劈头型号。上下盖通过卡扣固定，并不是非常的紧，用指甲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取下来。拆下上盖之后啊，名牌这个位置就和我之前说的一样，一定要把键盘拆开才可以从背面取出来，所以说买到手就不要大力的从正面撬了。
键盘的上盖用料还是蛮足的，没有可见的形变和弯曲的情况。几个灯位都安装有导光柱，从侧面可以看到键盘是有加破龙的夹心垫和底棉的。轴子的话用的是 TTC 的，这里就是键盘的无线模块了。在 CL 3.0的版本中，它是直接安装在键盘内部的。如果是以前的版本呢，是要自己购买这个模块来安装，才能把键盘变成3模的。拆装的方式和我们电脑安装固态比较类似啊，拧开螺丝就会自动翘起，往外拔就可以了。这里给模块来一个特写。安装的时候要对准这个孔位啊，要再往里推，感觉到一定阻力之后，把模块往下摁，再把螺丝锁上就 OK 了，没有什么难度，稍微注意一下，如果卡住了，要看一下是不是装反了或者没有装对位置，不要大力出奇迹了。键盘在底壳上是集成有一个无线充电线圈的，大概是这个位置，就连底部的硅胶垫上也是做了一定的设计，可以看得出键盘在细节方面还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在里面的，并没有说内部很少人能看得见，就会在里面偷工减料。看了上面的拆解啊，相信大家对这把键盘也是有一定的认知了。说它是目前配置最高的98配列键盘，我觉得是没有毛病的。键盘无论是在外观还是在细节方面，都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的。在 C1 2代边反馈接缝大这个问题上也做了一定的修改，虽然说还是会有一点比较明显的拼接问题，但对比2代啊，表现已经是好很多了。价格的话，搭载 C1 定制轴是599，金粉 V2 版本是699，两者的输入体验并不会拉开太大的差距啊。如果你的预算不太充足的话，我个人是更推荐599的定制轴版本的，是一个比较性价比的选择。好了，那就是本期剑评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